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啊，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未来陪你们走过余生的那个人，他们会对你们产生怎样的影响？你们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啊，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呢，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皇帝牌，说明陪你们走过余生的那个人，你们在未来遇到的那个人，他们内心自身内心当中对应的是这一张皇帝牌，也就是说极其的成熟、理智、清醒且克制，严肃且沉稳，处变不惊，而且学识渊博。所以说你们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在生活上可能他会有一些死板和教条就像这张教皇牌他们有很多，他可能是他们工作上有很多的这种规则和约束，让他们整个人会有一点固执自己认定的东西不会轻易的改变，也很难被说服。他们有着很强的思维和逻辑框架，他们的话不多所以说你很难看到他们在表情上面或者说情绪上面的波动和变化。乍一看的话，你们觉得他们在生活当中会很无趣就像这张宝剑七其实他们自己背负着很大的工作压力和责任。那从这张权杖七也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在工作当中会处理很多很重大的问题和挑战。在你们认识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在事业上已经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就。所以说从这4张牌可以推断出他们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他们最有魅力的时候就是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所以说他们最吸引你的特质也是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当中运筹帷幄，游刃有余。而且呢，这个桃花应该是你们在参加的一个正式的活动当中认识到的对方。虽然说他们看起来会有一点很正经有点死板，但实际上他们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能够不动声色地觉察到你们自身的情绪变化。虽然说他们的话不是很多，但是他们会用行动来推进你们彼此的关系。而接下来的这几张占星神谕卡是他们会带给你的一些改变和影响。第一张牌就是 Saturn Return Age， 他们的出现可以帮助你们迅速的成长起来。对方会出现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他不仅仅会是你们的一个伴侣，还会是你们的一个领路人。你们通过双方个体的不断给予，能够产生出一种流动的能量不断帮助你们自身革新和成长。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互相激发灵感所以说这张 Solar Eclipse 代表的是一种巨大的改变，会在这种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发生。而第3张牌是 Stability 稳定，也就是说在你们的这段关系当中的话，它会有一种很稳固的能够给你们一种很稳固的安全感，因为被爱就好像有了一座靠山一样。那这种关系带来的稳定能够大幅度的缓解你们自身的焦虑，并且呢，在这种稳定的关系和稳定的情绪当中这张黑月莉莉丝会把你们积压在内心当中的一些情绪秘密释放出来你们在遇到对方之前，可能长期的都处在一种很压抑的状态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去独自的面对那些无力感和崩溃。而第5张牌呢是第5宫creativity这种创造力，这种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它会产生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流动的，同样也是振奋人心的，它能够让你们感到生活依旧是值得期待的。那这会让你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充分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和快乐，这又会让你们这段关系也会给你们带来一种使命，指引你们前进。那最后一张牌是双鱼座 Pisces 带来的 I Believe， 这张牌是未来陪你们走过一生的那个人他会带给你们一些精神上的支撑和信仰。双鱼座其实代表的是那些生命中
重要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啊，这些美好能让你们相信你们依然值得未来的那些美好啊。而双鱼座它代表的这3种非常重要的精神，第一种是浪漫主义精神啊，浪漫主义的精神能够让你们避免世俗，而对方的出现也可以让你们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保留这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第二个呢是理想主义者的追求，包括你们所期待的那些爱情啊，那也是你们自身理想主义的一种追求，一种对于美好本身的追求，它会让你们不断的努力的去追求啊，去热爱这个世界。而第3点呢是你们在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以后，依然选择热爱这个世界，依然选择相信爱情的一种英雄主义。而这3点精神内核啊，是你在和你陪你走过余生的那个人，你们2个人在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啊，他会带给你们的，让你们相信的一些很珍贵的、很美好的东西啊，和一些很美好的精神内核。而你们相信的那些东西，就是你们在未来即将要体验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啊。首先第2组牌的第1张牌圣杯国王，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生伴侣啊，他的温柔来自于他的强大。这种温柔能够给予你们行动的勇气，能够懂你的语言，也懂你的沉默，拥有非常独立的人格啊。他们在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倾听者，从来都不会抱怨或者说倾诉自己的苦难。他们其实很少表现出攻击性或者说强势的态度啊，因为他们内心的强大会生出一种体恤式的温柔和包容啊。所以说对方的到来，这种水象特质的人生伴侣能够缓解你们自身的焦虑和浮躁，能够让你们安然的感受当下的美好。第2张牌权杖5啊，那这张牌对应的其实是你们当下的一种状态，会有一些混乱，会发现自己总被外界的一些关系和事情所束缚和消耗。当你们处在这种混乱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啊，你们没有关注那些思维当中对你们有益的那一部分啊，那专注于这些正向的思维，然后在外部做一个切割和断舍离啊，把那些不断消耗你们能量的关系和事物做一个主动的切割，这样你们才能够重新找回内心的宁静。第3张牌宝剑6啊，这张牌代表的是未来你们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环境当中，或者说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啊。这张牌代表的是当你们进入到一个新环境或者说新的人生阶段的时候，那么这个圣杯国王它就会出现。而第4张牌星币牌说明这个圣杯国王的出现，它不仅仅能够带给你们一种力量和美好啊，它还会带来一个好消息，可能会帮助你们大幅度的改善你们自身的金钱运势和财富状况。所以说这4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未来遇到的这个人生伴侣啊，它不仅仅是一个伴侣，它更像是你们的一个贵人啊。那接下来抽到的这几张牌呢，第1张牌就是水逆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感到有很大的阻力啊，似乎你们在感情和事业上，最终在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之后又回到了原点啊。实际上这些阻力在未来都会变成你们向上的推动力。你们以为在原地踏步，实际上你们每一次回到原点的时候，你们看到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你们的努力都会被时光所沉淀下来啊，它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你们回报。而第2张牌是 Cancer I Feel， 这张牌代表的是被理解，代表的是一种灵魂上的共鸣啊。在你们遇到对方的时候，你们2个人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所以说未来你们遇到的那个人，你们2个人会拥有一份难得的放松的默契。第3张牌 Yod Destiny， 这张牌是你们彼此的相遇，某种程度上是偶然当中的必然啊，必然当中的偶然啊。你们2个人的未来发展都被写进了命运的剧本当中。而第10宫呢 Tenth House， 也就是说你们2个人，你们彼此的相遇不仅仅会建立伟大的连接，还能够帮助对方变成更好的彼此，跨越你们2个人一直以来所经历的瓶颈期。而第10宫呢，其实代表的是事业上的顶点。
你们两个人会彼此鼓励，互相促进啊，看到更好的自己，也变成更好的自己。而最后一张牌呢，第八宫啊，第八宫的这种 endings and beginnings， 也就是说，它意味的是开始和结束。你们遇到未来的人生伴侣啊，它是你们一个阶段的终点，又是另一个阶段的起点。轮回不曾停止，最好的时代还没有过去，最好的时代甚至还没有到来。所以，请你们保持期待，这是宇宙给你们的礼物，它会在未来等着你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首先，第三组牌的第一张牌圣杯3，你们遇到的那个人可能是你们在一个小组合作、团队合作，或者说在进行一个项目的过程当中，对方可能是这个项目的主管、领导，小组合作的一个组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那么这个人他在专业领域有着很强的话语权啊，他会在可能是你们在学业和事业上给予你们一些帮助和指导。第二张牌权杖8的逆位啊，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在刚认识彼此的时候，对对方都有好感，但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的阻碍，让你们无法向对方表达自己真实的心意。这种爱情啊，荷尔蒙带来的冲动就被压制了。第三张牌女祭司，你们在感情当中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类型啊，比较慢热，不屑于啊，有的时候其实是不擅长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很多心事和秘密都藏在心里边。你们自身的心理防线让你们对外界有一种很强的边界感啊，一般人是很难走进你们的内心的。你们追求独立，在感情上面非常的谨慎和保守。但是对于爱情呢，又有着一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而第四张牌星币2啊，这张星币2其实代表的是陪你们走过余生的那个人啊，他是一个土象特质的桃花，可能是摩羯座、金牛座或者处女座。星币2代表的是在你们遇到对方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忙碌，他们的工作性质会要求他们不断的去做出决策，在一个机构组织里边是一个决策者或者说领导者，他们在小心翼翼地维系着某种平衡。这张牌其实代表的是他们看上去很强大很优秀，但是呢其实他们又很脆弱。这张星币2代表的是他们手里的这2颗星币，意味的是某种金钱的流动啊，所以说他们从事的工作应该和金融相关，可能需要管理大量的金钱啊，涉及到某种证券、股票、基金等方面的相关工作或者说专业。而接下来的这几张牌呢，第一张牌就是 Second House Owning， 也就是说这张牌是你们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伴侣啊，会给你们带来金钱上和物质上的安全感，可能会让你们变得很富有。第二张牌是 Spirit， 他们会带给你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啊，让你们在陷入困境啊、面临挑战的时候，他们的爱能够让你们保持一种非常原始的信念啊，激发爱的力量，帮助你们渡过难关。而第三张牌 12 House Escape， 它带来的是一种逃离啊，也就是说对方的到来，他们给予你的某种庇护，让你们好似有了靠山和安全感。有的时候你们会想要逃离当下的生活，逃离当下的这种重复和循环的生活，甚至有的时候想要逃避自我。那这个人的出现，他会给予你们啊，他会是你们心灵上的一个避风港，在对方那里你们可以放松下来，你们可以不需要为了现实而奔波，疲于奔命啊，所以说我们在解牌的过程当中看到的这张第二宫啊，对方他能够给你们带来物质上的安全感。然后第四张牌呢 Venus Love， 这张牌其实当你们在建立连接的这种过程当中啊，其实你们内在和外在都会变得更加的优雅啊，都会变得从精神上到物质上都会让你们变得更加的从容。而 Venus 带来的是一种美，关于爱的这种伟大的力量啊，能够让你们看到更好的自己。而第五张牌 Libra I Balance， 天秤座它带来的是一种平衡，你们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种平衡的艺术，你们会各取所长，互补其短，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而对方的到来也会让你们重新打造一种内在与外在的平衡，重新找回内在的宁静。这张牌也是给你们在爱情当中的一种指引啊，就是在感情当中要保持一种平衡。如果依赖太强，就会失去自我；太过独立呢，又会让两个人疏远。所以说，保持独立的过程当中，又能够维系连接，是你和你未来的伴侣所要面临到的挑战。而最后一张牌是 Jupiter Return Benefits，这张牌其实是木星回归带来的一种幸运啊，它会让你们在接下来有一些很出乎意料的惊喜发生可能是它这种 benefits 带来的幸运能够让你们未来的人生伴侣加速来到你们的身边，或者说它能够让你们加速显化内心当中的愿望。所以说在未来世界有你们所热爱的一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第4组牌的第1张牌命运之轮它代表的是命运的剧本，会让你们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到合适的那个人。在人生的这个森林当中，迷失的人迷失了，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命运之轮的转动会安排你们2个人的相遇，而当你们开始相遇的时候，命运就开始交错。第2张牌呢，权杖4权杖4代表的是一种稳定的关系稳定的关系能够带给你们极大的安全感。而圣杯女皇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你们自身的一种特质，性格特质圣杯女皇代表的是你们自身的情绪非常的敏感同时也需要一段关系带给你们的安全感。你们自身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你们很在意别人对你们的看法和评价，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也会活在别人的目光和期待当中这会让你们很累。但是圣杯的这种特质同样也能够让你们带着某种浪漫主义的滤镜去看待这个世界，去发现一些美好那你们自身其实就代表的是这种美好你们在做自己的时候是闪闪发光的。那这张权杖2呢，代表的是陪你们走过余生的那个人它是一个火象特质的桃花，对应的是狮子座、白羊座或者说射手座。那这个桃花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长期主义者，他们永远关注长远的发展，而不是仅仅享受当下。他们在感情当中更像是一个领导者，一个支持型的伴侣。那这种支持型的伴侣能够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的自信会得到提升，我们会变得更加接纳自己。虽然说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我们自己但是支持型的伴侣给了我们某种解决问题的信念和必要的支撑。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张神谕卡呢，第1张牌月亮带来的 soul 灵魂，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彼此是对方唯一契合的灵魂，而这段感情会让你们2个人的灵魂都舒展开来。第2张牌呢是 Neptune 带来的 Sacrifice 你们的这段感情一开始是有着很大的阻力的，这种阻力是来自于外部的一些客观因素的阻碍，也就是说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或者说对方会克服这种阻力做出某种牺牲奔赴而来。而第3张牌 Leo 狮子座带来的领袖特质，对方在这段关系当中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坚定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对方会冲破现实的阻碍来到你们身边的原因。因为相爱都会让你们2个人凭空的生出一些勇气，会彼此相爱，但是爱对你们来说又不会成为枷锁，反而会变成涌动的海洋。在相爱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美好的瞬间，而这种美好的瞬间又会反过来让你们治愈彼此，让你们能够分享更多的美好。而接下来的这张牌大三角带来的 blessings 你们的这种关系是充满祝福的，你们要相信爱能够让你们打开心扉，能够让你们变得更美好，所以永远不要回避亲密关系，你们还要拥抱它，让它来治愈你们，让它来改变你们。而最后一张牌大十字带来的 provoker 挑衅，也就是说你们的这段关系会遭遇到很多外部的压力和挑战，这不是说会威胁到你们的关系反而会让你们更加珍惜彼此。当面临挑战的时候，
反而会激发彼此的勇气和信念，去携手对抗这个世界的孤独和荒谬。所以说，无论如何都请你们相信啊，在未来你们值得所有的美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